大家好，我是 Tony 先生的 AI 助理小愛。今天的 Tony 開講仍然是由我小愛來代班。首先 ，Tony 先生請我轉達，他被交通部鐵道局依違反鐵路法裁罰新台幣1萬元，已經在法律規定的繳款期限內依法繳交罰鍰。在此感謝社會各界的聲援與申援。Tony 先生針對這次被罰的三貂嶺車站違法事件，總共拍了4支影片，檢討鐵路法不合時宜的法令。這4支影片環環相扣，您必須完整看過4支影片才能一窺事件全貌。如果您只看過其中部分影片，那麼會認識有所偏頗或誤解。因此 ，Tony 先生交代我製作一支懶人包的影片。您只要看完這支影片，就有觀看4支影片的效果，也能夠清楚明白 Tony 先生的訴求。Tony 先生是在2023年3月29日搭乘火車在三貂嶺車站下車，因行經平溪線鐵道橋時拍攝影片，被人截圖檢舉，違反鐵路法第57條第2項之規定，行人、車輛不得侵入鐵路路線、橋梁。經過1年，2024年5月26日，Tony 先生收到鐵道局的裁罰通知書，依法裁罰新台幣1萬元。Tony 先生認為，雖然自己違法，但這是一個冤案。因為幾十年來，當地所有居民進出三貂嶺車站，都必須走這一座鐵道橋的通道，否則就只能游泳渡過基隆河才能進出車站。鐵路法的規定豈是合情合理？所以 Tony 先生拍了第1支影片，首先表明自己會吞下這張罰單，依法繳納罰鍰。但 Tony 先生請求監察院監委主動調查，為什麼台灣有一座車站，人民必須違法才能抵達車站？為什麼台灣有一座車站，人民必須違法才能走出車站？不料影片曝光後，監察院反應冷淡，毫無動作。反而交通部鐵道局迅速回應，打臉 Tony 先生，表示 Tony 先生確實違反鐵路法。鐵道局還移花接木，轉移焦點，批評少數遊客貪圖方便，冒險違法走鐵道橋，前往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使人誤以為 Tony 先生是闖越宜蘭縣鐵道橋，因而引起少數不知真相的酸民留言，批評說你自己先違法，還好意思上網討拍。 Tony 先生認為，這是因為很多人沒有去過三貂嶺車站，所以很輕易地被新聞所誤導，以為這又是一件民眾貪圖方便、冒險闖入鐵道橋的違法事件。Tony 先生迫不得已，只好再拍第2支影片來說明清楚，於是親自搭火車前往三貂嶺車站，現場錄影當時所走的違法路線。所以我要在這邊再次澄清一下，我並不是走這條宜蘭縣鐵道橋被開罰的，我是走平溪線的鐵道橋被開罰的。真的不應該啊！那如果罰我們居民怎麼辦？一天到晚我們罰不完了。居民就罰不完了。對。那你就找一處水比較淺的地方游泳過來，不然你就違反鐵路法。影片曝光後，社會震驚。原來長久以來，碩人里的居民必須違反鐵路法，行走平溪線鐵道橋才能進出三貂嶺車站。若不走這座橋的通道，居民就得游泳才能回家。Tony 先生訴說的情況完全屬實，而 Tony 先生被開罰1萬元，引起當地居民恐慌，擔心自己成為下一個受難者。Tony 先生的第2支影片播出後，引起社會廣大回響，各大電視、平面新聞媒體紛紛報道，社會風向改變，開始同情 Tony 先生。網友紛紛透過 YouTube 超級感謝打賞機制，贊助 Tony 先生繳交罰鍰，並指責交通部鐵道局。鐵道局則強調，依鐵路法規定 ，Tony 先生確實違法，依法行政就必須裁罰。至於車站對外聯絡道路，應屬地方政府之職責，與鐵道局無關。新北市政府則火速回應，原本已有規劃興建人行橋，供民眾行走。
因鐵道旁土地屬於台鐵公司所有，需與台鐵磋商才能興建人行橋，但承諾會積極協商，希望盡速興建一座人行橋，以免民眾必須違法才能進出車站。同時，立法委員黃珊珊也在立法院向交通部政務次長陳彥博提出質詢，批評政府各部門單位互推責任，卻沒有給民眾一條合法的通道可以進出三貂嶺車站。政務次長陳彥博允諾1週內提出解決方案，盡快還給當地居民和遊客一條安全合法的通道。然而 ，Tony 先生在這一支影片批評鐵路法已不合時宜，不適用於平溪線這樣的觀光鐵道，交通部鐵道局卻沒有任何的回應。於是 Tony 先生只好再拍第3支影片，指出平溪線十分老街放天燈已成為國際知名的景點，每天都有本國及國外遊客逗留在鐵道放天燈，公然違反鐵路法，政府卻毫無作為。鐵路法不合時宜，已昭然若揭，而政府既不修法，又不嚴格取締違法，使民眾視法律如敝屣。今年2月，日本藝人三上悠亞訪台，慕名前來十分老街旅遊。他在鐵道逗留拍照，被人檢舉違反鐵路法，遭到移送法辦。這一事件更凸顯了鐵路法已不適用於平溪線觀光鐵道，竟使毫不知情的國外遊客因此觸犯鐵路法，而面臨被裁罰的處分。因此 ，Tony 先生在影片中公開呼籲，政府應檢討及修改鐵路法適用於平溪線觀光鐵道的條文規定。這支影片曝光之後，新北市選出的立法委員廖先祥表示，已提案修改鐵路法第57條，針對路線、橋梁設置與地方民眾及救災通行因地制宜而彈性調整。然而，執掌鐵路監督管理的交通部鐵道局卻異常冷靜，沒有對 Tony 先生的呼籲做出任何回應。Tony 先生最近這段期間才開始研讀鐵路法的相關條文，卻意外發現，雖然現行鐵路法第57條第2項之規定，行人不得侵入鐵道橋梁，然而鐵路法第57條第3項亦明文規定，在非鐵路電話區間，例如平溪線、內灣線、集集線，行人必須跨越鐵路路線時，應暫停、看、聽，注意兩方卻無來車，使得通過。因此，遊客要前往平溪線當地著名的三貂嶺瀑布旅遊時，依法是可以跨越鐵軌前往三貂嶺瀑布。然而，政府卻在跨越鐵軌的通道路口設立禁止通行的標誌。這樣的標誌牌是否已經逾越鐵路法第57條第3項的條文規定？政府部門相關人員的職務行為是否已逾越法律之規定呢？由於三貂嶺瀑布步道是新北市政府推廣的健行步道，也是熱門的登山健行路線，很多山友擔心以後造訪三貂嶺瀑布會違反鐵路法而被開罰新台幣1萬元。Tony 先生認為，既然鐵路法明文規定，非電氣化區間民眾必要時可以跨越鐵軌，為何鐵路管理單位卻設立禁止通行的標誌，而使民眾不知所措，而擔心有違法之虞呢？為此 ，Tony 先生拍了第4支影片，公開呼籲政府相關部門應明確告知民眾，遊客跨越鐵道前往三貂嶺瀑布旅遊是否有違反鐵路法。這支影片曝光之後，交通部鐵道局依然沒有任何回應，而新北市政府觀旅局則表示，不建議從三貂嶺車站前往瀑布群，跨越鐵路可能違法。Tony 先生看到新聞，嘆了口氣，苦笑着說，人民就是因為擔心有違法之虞，所以才向政府詢問求證，而政府卻只回答可能有違法之虞。Tony 先生說，法律白紙黑字，沒有模糊的空間，答案就只有違法或沒有違法而已。什麼叫做可能有違法之虞？新北市政府觀旅局又表示，法令解釋權在台鐵。Tony 先生苦笑着說，新北市觀旅局把問題推給台鐵，
台鐵則會把問題推給主管機關交通部鐵道局，而交通部鐵道局卻行使緘默權，不做任何回應。Tony 先生引述立委黃珊珊質詢時說的話：你們各部門推來推去，不負責任。那請問中華民國政府要推給誰呢？遊客跨越鐵道前往三貂嶺瀑布旅遊，是否有違反鐵路法？目前對這個問題唯一有明確回應的是中華民國台灣最基層的民選首長碩仁里的里長林富萬先生。他在接受民視新聞、華視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說，鐵路法修改以後就是可以跨越而不能滯留。里長林富萬的主張就是根據鐵路法第57條第3項的條文規定，行人必須跨越鐵路路線時，應暫停、看、聽，注意兩方卻無來車，使得通過。里長林富萬就住在碩仁里鐵道的那邊，如果跨越鐵道是違法，那麼碩仁里里長每天就必須違反鐵路法，才能出外辦事了。針對交通部鐵道局沒有任何回應，Tony 先生莫可奈何地說，這問題有那麼難回答嗎？如果有違法，你就明確告訴我；如果沒違法，你就承認督導不周，要求台鐵更換警告標誌就好了。Tony 先生苦笑地要對交通部鐵道局說，就算打臉也好，認錯也好，最怕你把沉默當作對我的回答。不過這件事情在這支影片完成之後，最後又有了戲劇性的發展。有一位熱心的讀者，正是寫信至交通部鐵道局局長信箱詢問，鐵路法第57條第3項條文是否適用於鐵路平溪線。得到交通部鐵道局正式回復如下：查台鐵平溪線為非電氣化區間，行人雖可於確認無來車時跨越軌道，惟仍禁止行人行走平溪線鐵路橋梁。這位讀者將這最新的消息轉告給 Tony 先生。Tony 先生的詢問終於間接得到鐵道局的官方回應，遊客跨越鐵軌前往三貂嶺瀑布並沒有違反鐵路法，大家可以放心地前往旅遊。Tony 先生在欣慰中帶着苦笑說，這件事情如此沸沸騰騰，交通部鐵道局為何不主動提出說明，而非得接獲民眾來信詢問才被動回復呢？Tony 先生也在此呼籲新北市觀旅局，請收回有違反鐵路法之虞的說法，以免誤導民眾。Tony 先生說，未來我將會繼續搭乘火車，從三貂嶺車站下車，前往三貂嶺瀑布旅行。如果有緣，我們會在三貂嶺瀑布相遇。Tony 先生製作這一支懶人包影片，是希望為這次的三貂嶺車站違法事件留下歷史記錄與時代見證。今天的小愛開講就在這邊結束，謝謝收看，我們下次見，拜拜。